中美还在冷冻，中澳先恢复军事交流，解放军分化对手，干得漂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在中美军事交流全面中断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透露，在堪培拉接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团，双方举行了以地区安全问题为重点的防务会谈。中澳历时半天的这次会谈，不但是中澳外交关系恢复正常的标志，而且是两国军事关系重新接触的迹象。有人会说，中澳军队之间有什么好交流的呢？还真有。一是中国对奥库斯联盟推动的澳大利亚采购核潜艇的项目表示不满，因为这非但是核扩散行为，而且很明显的是为了对抗中国，或者说在亚太地区引发军备竞赛。二是澳大利亚还经常按照美国的安排在南海进行军事活动，与解放军发生了一些对峙事件。据说澳大利亚现在还有一名飞行员在接受心理治疗，所以双方对两军的航空器、军舰安全接近规则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规范。三是此举也有利于中澳双方恢复关系的大局。用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的话说，他对中澳恢复正常对话感到高兴。会谈是在专业气氛中进行的，是自2019年以来中澳两国国防部官员首次正式会晤。对中国而言，恢复与澳大利亚军方之间的交流也非常重要。过去我们就认为中澳军事关系是中美军事关系的延续，现在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军队相对独立的一面。我们不指望与澳大利亚军方能发展多么亲密的关系，但是起码可以建立基本的互信。军事关系的恢复还能帮助中澳两国整体关系的快速改善，这对中国与澳大利亚而言都是非常有利的。澳大利亚现在是工党政府在执政，澳军方的高层从过去的挑衅中国正在变得更加理性。中国需要通过交流来推动澳军不与中国打仗的共识，力争让澳大利亚军队放弃冷战思维，不能再有建立强大的海军对付解放军是为保持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这种奇葩的逻辑。这就需要解放军既要有更强大的实力，让澳大利亚认识到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严重后果，也需要推动双边军事交流，增加互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推动双边军事交流有助于增强两国之间的互信。另外，中国军队在展开军事外交工作时开始分化对手，这个信号最近特别明显。一是区别对待美军和北约，中国正在与北约建立稳定的关系；二是加强与美军盟友之间的军事交流，除了日本自卫队以外，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关系都是可以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真正想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不是澳大利亚，也不是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而是美国在背后推动。在美国的军事实力相对下降之后，他们只会更加依赖盟友的力量与中国展开军事竞争。那么我们就要与更多的西方国家加强军事交流，以分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军事外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部分，能够为中国塑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军队越来越强大，也会变得越来越开放。通过交流可以避免中国威胁论的扩大，反击美国所推动的军事集团对抗，以及利用北约国家和盟友对付中国的战略。中美军事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军事外交层面的较量。美国怎么难受，中国就要怎么来。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与澳大利亚军方最近展开的互动可以说干得漂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